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等我到了60岁，也要像这位奶奶一样打扮，简约又优雅，照着穿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谁不曾憧憬过那段属于自己的慢生活呢？我们努力打拼，不就是为了将来能过上不被工作绑住，心安理得享受生活的日子吗？退休之后，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每一天，花更多时间和心思在自己身上，慢慢打扮，悠闲生活，那该是多么惬意又幸福的事。前几天，我在网上刷到了一位让我眼前一亮的博主西西姥姥，来自北京，今年已经67岁。她的穿搭风格并不张扬，但总是透着一种优雅与松弛感，简单却不失精致，日常却处处见心思，你很难不被它吸引，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。接下来，咖啡屋和你一起看一看，这位优雅女性如何用穿搭诠释晚年的精致与自由。1. 基础单品奠定简约基调。西西姥姥就是靠这些基础款，搭配出简约而有韵味的优雅感。她选单品不随意，每件都是精心挑选，比如素雅的纯色上衣，别说黑白灰太乏味，其实关键在材质。姥姥选的黑色马甲不是硬挺面料，而是柔软亲肤，垂感很自然，像棉花糖般轻柔，穿在身上没有距离感，却自带气质，搭配舒适度满分。再比如她选的连衣裙，讲究轻盈垂坠，行动之间裙摆轻轻摇曳，温柔又从容。下装方面，她最常选的是直筒牛仔裤，直筒版型不仅修饰腿型，还带来遮肉显瘦的效果，穿出腿细又修长，不分年龄都能提升气场。很多人买牛仔裤可能会太紧勒身或太松没型，可见选对版型有多重要。还有那简约的半身裙，搭配干净利落的衬衫，适合散步、喝茶、随性出行，优雅自然。这些基础单品一放进衣柜，随便搭都好看又自在，轻松应对日常场合。姥姥的穿搭秘诀其实就在于挑对基础款，注重面料与剪裁，让每件单品都有温度和气质。这样的穿衣思路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。2. 配色法则打造高级感。颜色搭配一直是穿衣的灵魂，而西西姥姥最拿手的正是同色系这一招。就拿她那套蓝灰色条纹上衣配牛仔阔腿裤的搭配来说吧，初看觉得颜色太接近，怕没层次，结果穿出来简直让人眼前一亮。整套造型色调一致，却层次分明，过渡自然，看起来高级感满满，就像水墨画里层层晕染的笔触，低调中藏着巧思，视觉上自然地拉长了身形，显得人高挑又利落。这种同色不同调的搭配，其实就是穿搭里的留白与呼应，不需繁复花哨，却能让人一眼记住。这也告诉我们，配色不在于多，而在于精。当然，西西姥姥也不是一味的沉稳到底，她懂得用点精致笔来打破单调，比如在一身基础色中加入一条亮色丝巾，或背一个跳色包包，不动声色地提升气场。比如她一身素白造型，看似平平，却用一个卡其拼棕色的包包做点缀，立马从简约变时尚，低调中透着个性。这也是她穿衣厉害的地方，她懂得在简中求变，在稳中求亮。亮色点缀不必大面积堆砌，只要小小一笔，就足以让造型焕发光彩，像黑夜中亮起的一盏灯，既不刺眼，又足够吸睛，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3. 细节设计提升精致度。细节才是穿搭的灵魂。
先说剪裁，西西姥姥对衣服的版型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，她不盲目追紧身，绝不随意宽松，始终遵循一个原则：贴合身体，不过分强调曲线。这种恰到好处的合身是优雅的最大保障。比如她穿的连衣裙，从不会勒出赘肉线，但也不会一松到底像罩衫。她会选择那些腰部轻收、裙摆自然垂落的款式，既勾勒出柔美线条，又不失从容大方，让整个人显得比例得当、落落大方。再说面料，简直是她提升气质的隐藏秘籍。她衣柜里的衣服大多选用真丝、棉麻等天然面料，既舒适又透气，看上去自带柔和光泽，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夸张，而是越看越顺眼的高级。摸起来柔软顺滑，穿上身自然贴合又不黏腻，随便走几步都带着柔和的垂坠感，仿佛连举手投足都变得更温柔了。看完西西姥姥的穿搭，才真正懂得，优雅不在于你穿得多贵，穿得多潮，而在于那一份对细节的坚持。穿衣这件事，认真一点，就会变得闪闪发光。而这一份讲究，不分年龄，不挑身材，只看你愿不愿意为自己用心。当我们谈论优雅穿搭时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时尚达人或明星博主，但真正打动人心的，却往往是那些日常生活中不费力却很有味道的人。比如西西姥姥，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精致并不意味着花哨，得体也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。每一套穿搭背后，都是对生活细节的认真对待。岁月从不败美人，败的是对生活的懈怠。而她，则是那个用穿衣讲述生活态度的人。除了西西姥姥，还有另一位让人忍不住想多看几眼的女性，一位头发卷得整整齐齐，穿花裙也毫不俗气的外婆。她的穿搭不仅融合了生活的温度，更透出一种内在的秩序与品味。每次看她的照片，都觉得这才是真正会穿、懂生活的女人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最会穿的外婆是如何将生活过成诗，让人羡慕又向往。一、为什么上海外婆的卷发如此优雅？一是卷发过耳不过肩部，凸显利落感。好多人到了中年都不敢轻易地烫卷发，因为他们只知道大妈卷。但这位上海外婆的卷发藏着对度的精准把握，过耳不过肩，这个长度既能展现女性的柔美，又不会给人拖沓之感。比起长发烫卷，这种长度更能凸显出利落的精气神。二是发色自然，不烫染夸张发色。好多中年女人爱打扮，于是乎就跟风烫发、染发，特别是卷发造型搭配夸张的彩色发色，看似时髦，却显得用力过猛。这种夸张的发型是很难驾驭的，反倒容易给人一种精致土的既视感。再看这位外婆，烫卷发的同时不染发，用黑发来展现出自然原生感，少了刻意的造作，更耐看。二、上海外婆如何靠卷发提升颜值？关键点，卷度均匀不杂乱，看起来更有精气神。想要靠卷发提升颜值，有一个大前提，就是卷度的选择。这位外婆的卷发为什么不显老？关键点在于卷度均匀不杂乱，每一丝卷发都恰到好处，打造出了蓬松感，同时也不会显得乱糟糟的，让整个头部线条更加饱满，还修饰了脸型。加分点，戴帽子修饰发际线，和发型相辅相成。此外，这位外婆的卷发造型也是露出额头的，她的脸型并不适合剪刘海，但露额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容易暴露后移的发际线。
所以我们可以参考她的思路，通过戴帽子修饰发际线，还给整体造型增添了几分复古时尚感。发型与帽子相辅相成，时髦度大大提高，尽显优雅气质。穿花裙是很多中年女性钟爱的选择之一，可为什么同样是穿花，有的人穿出了俗气感，而有的人却美得高级又得体？这其中的差别往往就在一些看似细微却极其关键的细节里，比如花色的选择、图案的排布、衣服的面料与剪裁，甚至是搭配的配件和整体氛围的营造，都会决定这套穿搭是优雅迷人，还是路人甲感。尤其是在一众普通穿搭中，上海外婆简直让人眼前一亮。她同样穿花，却没有一丝俗气感，反而美得非常克制、耐看。她穿的花，不是简单的将鲜艳图案堆在一起，而是经过精心挑选与配色，把花的灵动与服饰的质感融合得恰到好处。哪怕是碎花，也显得极有层次与呼吸感，不会造成视觉疲劳，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柔的力量。很多人都觉得穿花衣服容易显得俗气，尤其是年纪稍长之后，更担心穿出大妈感。但上海这位外婆却完美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，她的穿花方式不仅不俗，反而优雅得体，给人一种花也能穿得高级的新认知。她的秘诀在哪里？总结起来其实就2个字：克制。妙招一，选低饱和度色系，减少花色的冲击感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穿花的第一步就是别贪艳。很多人穿花衣服一出错，就错在颜色太过饱和，红的太红，绿的太绿，一身花下来不仅眼花缭乱，还容易让整个人显得浮躁，没有质感。而上海外婆聪明就聪明在，她更偏爱低饱和度、柔和一些的色调，比如莫兰迪色系、豆沙粉、烟灰蓝、奶茶杏这类，看上去温柔又不失精神，还能更好地与肤色融合。低饱和度的花色自带一种内敛的美感，它不夺目却足够耐看，不耀眼却格外有气质。这样的配色不仅适合日常通勤、聚会休闲，也特别适合想要打造知性优雅感的中年女性，简简单单就很出彩。妙招二，提高花色对比度，提亮肤色。如果你本身就热爱色彩，或者对穿搭有一定的驾驭力，其实也可以尝试稍微明亮一点的花色。尤其是夏天，谁不想穿得鲜亮又精神点？但这时候就要注意另一个关键，花色与底色的对比度。外婆在穿亮色花裙时，从不会让花色和底色混作一团，她擅长用清晰的对比关系，让花朵图案更有立体感，也避免了花糊一片的廉价感。而且强对比还能起到一个神奇的作用，提亮肤色。比如明亮的粉色配上干净的白底，或者鲜艳的黄色搭配深色底部，不仅让人看起来更精神，还有显年轻的视觉效果。穿花不俗的诀窍，其实就在这些看似简单却极其重要的细节里。色彩不在多，在于选得巧；图案不在艳，在于有对比。掌握了这些小技巧，穿花也能穿出属于自己的格调与从容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外婆在版型和搭配上的独到之处。一、新中式套装，结合刺绣印花更精致。都知道新中式风格近年来备受追捧，这位外婆也把新中式的风格融入到了自己的日常搭配之中，选择经典的新中式套装，尽显成熟大气之美。衣服上面结合精致的梅兰竹菊刺绣，每一针每一线都透着精致典雅，看似低调，实际上却相当的高级。二、碎花长裙，彰显女人味。
夏季穿裙，中年女人最爱的莫过于花裙子了。别再追求百搭的小黑裙，这种裙子没有一定的气质，真不一定能撑得起来。反倒是更建议大家试试这种花色大气且均匀的碎花长裙，碎花图案分布均匀，既可以选明艳的玫瑰花，也可以选温柔的小雏菊，穿上后尽显女人味，搭配温柔的卷发造型，整个人都透露着高级感。很多人认为年纪大了就应该穿深色衣服，显得沉稳庄重，但上海外婆却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这个误区。她的日常搭配亮色单品居多，对比深色的衣服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亮色服饰对皮肤的修饰效果更强。穿搭的细节很重要。细节一，鞋子要和衣服呼应，避免割裂感。穿搭的细节其实对气质的影响很大，比如很多人日常搭配都忽略了鞋子，但这位外婆在选择鞋子时，总会考虑与衣服的搭配。如果穿彩色的花裙，也会搭配同色系的鞋子，这样可以使得整体搭配保持统一，延伸比例的同时，降低了搭配的割裂感。细节二，留白处要佩戴首饰，提升精致度。细心观察，我们还能发现这位外婆的留白处都是心机，尤其是夏季穿衣，她总是会在颈部、手腕、耳朵等留白处佩戴合适的首饰。就拿珍珠项链来说，比金链子低调大气，佩戴在颈部，能在不经意间提升整体造型的精致度，让穿搭更显用心。这位上海外婆用独特的穿搭语言，向我们展示了花也可以穿得高级的样貌，也让我们明白年龄从不是束缚，反而是穿出气质与品味的底气。它的每一个细节，从剪裁到配色，从版型到配饰，都写满了生活的从容与智慧。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另一位同样让人动容的女性形象——上海地铁奶奶。或许你也在地铁里、公交上见过她，白发自然，不染不烫，裙子不过膝，端庄而大气。她没有花里胡哨的打扮，却自有一份恬淡优雅，让人想多看几眼。不靠复杂设计，也能穿出温柔，显年轻，气质还满满。下篇就跟大家一起看看，这位地铁奶奶究竟凭什么用极简却不平庸的穿衣法则，穿出不染尘俗的气场。一，白发不染。很多人一到中年就开始焦虑白发，总觉得白发是衰老的象征，想尽办法染成黑色。但你看看这些上海奶奶，明明满头白发，却还是这么美，你还会认为白发显老吗？一，黑发反倒加重面部衰老，白发更符合气质。说真的，黑发并不适合年纪大的女人。要是你为了减龄强行将白发染成黑色，你会发现黑发会和你的面部形成更明显的对比，放大面部的下垂衰老。这一对比就能看出白发自带一种柔和的滤镜，能模糊我们的五官亮感，并且和衰老的面庞更匹配，不会产生发色和颜值的冲突感。二，比起发色，选对发型才是提升气质的关键。黑发烫小卷发照样老气俗气，把减龄的重心放在发色上，踩雷的概率会很大。真正有品味的女人更注重发型的选择。就拿卷发来说，很多50-60岁的大妈明明不算特别老，却选择将黑发烫成小卷发，觉得这样显得蓬松有型，结果头发变得毛毛躁躁的，小卷发还显得头大了一圈，整个人的油腻感也加强了。学上海奶奶把白发盘起来，优雅感溢出屏幕。上海奶奶们的白发为什么这么优雅？关键是她们从不披头散发，随意烫发、披发的造型实在是太影响形象了。
不精心打理就会显得邋遢。我们可以参考上海奶奶们，用利落的盘发替代披发，能让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，夏季露出脖子也更清爽利落。盘发造型也要遵循简单大方的原则，千万别和这些大姨一样，染夸张的发色，同时还烫发盘一个夸张的发型，从后面看就像是去唱戏似的，一点都不耐看和自然。简单的低盘发就足够了，打理起来比较方便，适配日常的场景。2. 奶奶背也能穿裙，关键是不能上膝。为什么膝上裙不适合奶奶背？既不得体，还容易走光。女性都偏爱穿裙子，上年纪的奶奶背也有穿裙子的权利，只不过我们得重点把控裙子的长度。看对比就知道，奶奶背的人要是穿膝上的短裙，日常稍微动一下就要担心会不会暴露腿部缺点，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种轻浮感，不够高级，不管你怎么搭配，都不符合这个年纪的人应有的端庄形象。过膝裙才是奶奶背的最佳选择，年纪大了，得体大方才是穿衣的关键词。比如你在穿裙子时，唯有过膝的长裙才符合我们的需求，能遮盖住大腿和臀部的赘肉，视觉上显瘦，并且这类过膝的长度自带一种端庄稳重的气场，符合奶奶背的身份和气质，在地铁、公交上穿也不怕走光等问题出现，给你满满的安全感。过膝裙要如何选？让上海奶奶教你。1. 选择舒适透气的面料，夏季穿才不闷热。夏季天气炎热，有好多奶奶担心穿长裙会闷得很，其实我们只要选对了面料，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。上海的奶奶们会更偏爱透气且亲肤的面料，建议大家可以多穿棉麻、真丝材质的长裙，透气感强，还显贵。2. 选有花色的长裙，增加设计感。这些上海奶奶们的穿搭都很得体，而在这个基础上，她们也非常懂得追求时髦，特别是穿裙子时，她们偶尔也会选择带有花色的长裙，让造型变得更时髦洋气。不过选花色也是有讲究的，暗沉色的花纹特别容易加强老气感，夏季穿更是十分压抑。比如下面这类墨绿色、棕色花纹，谁穿谁土，应以浅色、亮色花纹为主，但花色别杂乱。这些时髦的奶奶们夏季更偏爱浅色和亮色的花纹，能够带来明快、活泼的感觉。但这种亮色的花纹如何才能不穿出艳俗感呢？答案就是选对花色，杂乱无章的花色一定不要选。花色超过3种，花纹分布的繁琐，都容易拉低气质。最好选底色和花色相近的花纹图案，并保持花纹的均匀分布，增加耐看度。上海奶奶如何穿膝下裙？方案1：穿裙配单鞋、平底鞋，露出脚踝更显瘦。关于搭配，舒适和增高显瘦一定要达到平衡状态。所以看这些上海奶奶，她们并没有追求所谓的高跟鞋搭配过膝裙，反倒是更偏爱平底单鞋，舒适好穿，和过膝不过踝的裙子组合起来，露出脚踝，在视觉上拉长腿部线条，显瘦的同时也显得轻盈了很多。方案2：穿裙不配袜子，有留白才清爽。我们身边有好多奶奶穿裙总喜欢配一条丝袜，不管是肉色还是黑色丝袜，都容易破坏高级感。再看上海奶奶穿裙，大方露出双腿，不配袜子，能够在脚部形成一定的留白，让整体造型更显清爽利落。尤其是在夏季这么穿，可以避免闷热，还能让腿部的线条更加流畅，展现出简洁大方的美感。3. 衰老不可怕，
关键是体态，老了也不要放纵自己，身材管理要到位。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，但这些上海奶奶却能打破我们对于年龄增长的焦虑。最关键的就是她们的身材和体态管理。走在地铁上，你很难不被她们匀称挺拔的身材吸引，前凸后翘的身材，加上过膝裙和一头茂密的白发，烘托出了强烈的女神氛围，一举一动都很舒展大方，甚至年轻人都比不过。身材好只是这群奶奶们优雅到老的必杀技之一，她们的体态管理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也许你很难维持纤瘦的身材，但你可以控制自己不驼背、不耸肩。日常坐着、站着的时候，保持核心收紧，脊柱挺直。即便你穿得再简单，也能让人知道你是一个有品味、有魅力的女人。岁月不败美人，从来都不是指那些年轻的面容，而是不论岁月如何流转，始终热衷于打扮自己，热爱生活的女人。上海地铁里的奶奶们就是这样的美人，不被年龄束缚，穿衣服得体，面对岁月的流逝一点都不焦虑，这才是老去最好的状态呀。她们用一身得体的穿搭诠释了，优雅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，而是每个阶段都可以拥有的态度。从白发不染的坦然，到裙摆不过膝的端庄，再到体态挺拔的自律，这些上海奶奶们教会我们的，不仅是如何打扮，更是如何优雅老去。她们是城市流动的风景，是岁月沉淀的美丽缩影。无论年华几何，只要心中有热爱，对生活有敬意，就能在人群中熠生辉。愿我们也能如她们般，即使白发苍苍，也能活得灿烂明亮，自信从容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